走，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这个疫情大爆发，疫情大爆发会不会造成新的病毒？因为讲哦，它这个病毒多可怕，一传18，一传5都已经很可怕了，它居然一传18，一传18之后，现在中国一直讲没有那么严重，一对来讲没那么严重，可是看，导播我看这个图，这个是上海，上海居然发出了一个战役的动员令，战役动员令从哪里？从2022年的12月22号到2023年的2月2号，为什么这样？他说这个什么圣战？是圣元春，什么圣元春？圣诞节、元旦、春节，它有一场大的战役开始了。宝姐，中国疫情到底多严重？我们从上海的医院对员工发出一个悲壮的动员令，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个上海的德基医院在官方微信上面发的这个公告。他讲什么呢？他讲什么？惨烈的高峰防御战，圣元春战役打响。圣元春刚才宝洁讲到，圣诞节、元旦跟春节，他们一定要把它守下去。从今年的这个12月22号到明年的2月2号，都非常严重。他说，整个大上海将整个沦陷，大上海将整个沦陷。我们将全院，我们的全院职工会感染，那我们将全家感染，那我们的患者将全部感染。所以他讲的非常多。他说，大家都一定没得选。躲是躲不过，对，所以他们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勇士们去夺取属于我们这个德记的伟大胜利，战役开始了，你就知道这是多悲壮的一件事情，躲都躲不过。对，上海要沦陷，我们全院职工感染，全家感染，全部患者感染，你就知道事实上就这样子，那就是说了，我们要一切。这个行动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绝不允许你出现你自己不认可就不执行的状况，这是天条，违令者严惩。你就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整个上海到底有多紧张？那的确也是这样。那目前为止来说，即使在凌晨的1点的10分里面呢，儿童医院人们是爆满的，在整个急救间里面，你可以看到病床里面躺都躺不下，大家完全都挤爆整个急诊室。所以我们在讲，之前是北京大爆发，现在是上海大爆发，而且是现在很多人都躺在急诊室的地上。那你更不用讲，上海目前的整个殡仪馆是完全爆满的这个状况。你到殡仪馆、到地下室、到太平间里面，你一看到全部都是看到遗体的这个情形。那甚至还有什么？这个大家也都在抢药的这个状况，现在从北京、上海数大城市，你看这个为了要救命，还在那边抢药的这个状况，相当严重。整个疫情真的是大家都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一个情形。而且之前本来都只有老人，现在不是只有老人，而且对过去在那个 COVID-19 刚开始的时候，不是有那种突然倒地潮吗？没错，现在也出来那种突然倒地潮了。没错，你看这就是一个，你看年轻人哦，他突然之间走就倒地了。你看为什么？因为他可能身体相当不舒服的一个状况。现在这种画面呢，随时都可以看得到。包括说，你看在上班族在上班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也是走着就倒了，他就倒下去了。那大家说哦，去摸他的身体才知道，哇，原来他是有非常烫的一个状况。那甚至除了倒地之外，还有病患呢，他直接在准备要看医生的时候，他突然间这边抽搐，因为他为什么？他已经发烧发到这个约莫是40几度的一个状况，甚至你看。在急诊室里面来说，已经没有所谓的这个让你急诊可以急救，他直接就在这个地方跟你做 CPR 的一个状况。那除了这个之外，连医生现在你看，你即使你只要没有发烧，你得了新冠肺炎哦，你没发烧，你要给我来。那在医生只能这样，你打的点滴。这是医生，对，你还他一面吊点滴，一面看病，你还能够看病。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看还有医生看到一半的时候就昏倒，因为他一直看。这个医生目前是最超的，他几乎是来到医院里面就一直看，你看就整个昏倒，医生倒了。对，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才讲到上海，讲到北京之后，深圳也是一样。这是深圳医院里面发出的这个发热门诊，你看它的号码已经排到4142号，你知道这个到底多少？那甚至他们之前呢有这个防疫的这个3字经里面来说，有一个叫做早就医，他们现在把它涂掉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没办法看医生，现在医生完全都医院里面完全大爆满，你来的话没有办法帮你看。你就知道现在整个中国，那除了这个之外，现在大家都在讲。医疗量的呢，你已经很严重吃紧，但是你真正重病的你现在看不到，但是轻症的他也去挤医院。那现在很多人排队打点滴，他们中国人就是反正我只要一身体不舒服，我就来打输液。你看这是开这个诊所一开，马上就爆满了，马上全部大妈都来了。那你看。这种村庄里面呢，在大家排队的在整村打点滴的这个状况，那你看沿路在外面医院外面，你看这是整村在外面打，那医院外面全部大家都在打点滴的这个状况，还有排队打点滴，你看一路上你这个车子开过去，大家全部都来打点滴的这个一个情形。那甚至还有一个发生非常荒谬的一件事，
12月17号的时候，在河南商丘的时候，有一个女子，她就非常不舒服，她想说我去诊所，就去诊所之后，宝姐知道，全家里面都在这边，我爸爸还有我侄女、小姨子、嫂子、舅妈、小妹、弟弟、二姨、妈妈都在里面，全家人全部都在那边。他连医生都说：“我这活了30年，第一次看到有全家人全部在那边打输液的一个情形。”对，大家关注到说，中南海的301医院，对，现在也大爆发，现在党员的普文非常惊人，现在这些人。非常重要的人也一个一个过世了。对，宝姐，事实上现在中南海真的可能在闷烧之中。为什么这样讲？我们昨天讲到301医院，现在目前为止周边的路都被封锁之后，你看现在甚至传言在八宝山的这个殡仪馆要设置一个专道，让什么高官通道的，就有专有的这个焚化区道，那专门的这个火化炉就是焚烧高官，你就知道现在到底多严重。那我们讲15、16号不是举办了一个中国的经济中央的这个会议吗？这个会议里面来说话，这出现一个很难得的局面。过去这种中央的经济会议里面来说，大家全员出席，就这一次居然有17位正部级以上的高官请假。你看军委会副主席张又侠，军委会副主席何卫东，然后还有卸任中国党职的这个全国人大委员的王晨，一大堆许其亮啊、赵克志，等，廷辉这2天一直在讲说。他怀疑他得到情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其实有很多人感染。他现在不断的来台湾骚扰，就根本，他根本就是虚张声势。是的，如果你想想看如果我连军委会的副主席张又侠、何卫东、许其亮，我连这么高官都中了，那底下还得了？另外你看国台办主任刘哲一，他也没有去。那民政局部长也没有去，农业农村部部长也没有去。那卫健委的这个主委也没有，马小伟也中了，他可能在忙啊。但是你看其他这个，拼经济就是你们要拼经济，结果你们居然没有来。那除了这个之外，那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来说，中国党员的这个，特别是北大的教授啦、清大教，很多人过世，甚至这是党员的破文，你看这非常惊人啊！他们今天，这都是有名的人，就是党员，他是高官，他可能是知名人士，居然这几天近3天发了21份破文，过去从来没有那么密集。对，所以呢，事实上现在高管都已经开始在阵亡，甚至染病的状况，你就知道说，其他一般民众那更是不用讲，一定是相当严重的情形。所以现在各个国家都把中国当成重点检疫国家。目前为止，周边国家很紧张，韩国就说，中国所有进来的人士，我要把你列为重点的检疫的这个对象，包括说印度，他现在也开始害怕说，中国人进来，他要抽检这个入境的旅客。那目前为止，布林肯也赶快打电话给王毅啊，说你要我帮忙，赶快啦！就没想到现在中国还是不理你，他说我没有需要你帮忙，所以他现在全世界都非常担心中国的疫情大爆发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的影响。好，体会，你像体会就讲说，中国你得到消息，他不但是他的国务院。他在整个中南海，他连中国人民解放军可能都有问题。他现在突然，你前段时间安静一段时间，你突然这么多架次来台湾骚扰，你觉得不寻常？不寻常根本就虚张声势。我觉得从这个，如果军委会的副主委张又侠，而且这个何卫东很重要，他就是来打台湾的，打台湾就找他的。另外是许其亮，如果连军委会这些高官保护好的高官你都中了。那底下还得了？对，所以他们一定有下令嘛，下令什么东西？保持战力，然后备战，要秀给大家看，他还是有战力的。所以为什么说我才说他那么规律的在骚扰我们的这个防控识别区？对，它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就是说随便来讲，随便派架次而已哦，它是经过规划的。所以我们才讲说，它不管是越过海峡中线2段，然后底下来讲，然后它在划线的时候，他故意画给你看，说我可以在你的整个所谓防控识别区当中，都在我笼罩之下。那这就是所谓的解放军，他故意要。故作声张，虚张声势，虚张声势，让自己认为说，不被看这个所谓的看弱势就是了。那对他来讲的话，就是说，你看这么多的高官，你相不相信这个习近平？难道他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他年纪那么大，难道他真的没有染疫过吗？我还怀疑说他真的是因为染疫过之后，才发现到说，没那么严重。对这个事情应该要什么？就改变他的政策，什么样是决定他改变清零政策的一个关键？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这样的，可能在国外跟其他元首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他已经就染疫过了。所以这一次事情对中国来讲的话，其实危机就是转机啦。对他们来讲，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救经济嘛。那你看到那么中央工作经济会议，竟然那么多人没有出现，都染疫了嘛，所以代表说他那个唱空城。那如果说中共中央能够经过这一番过去之后，是不是能够就把他经济救回来？这就要看这一次有没有办法做得到。而且有人讲说，他现在开放是因为他真的没钱了。
我已经负担不了整个风控，我已经负担不了任何检疫的费用了。对，因为你这个所有的检疫的费用都是要地方政府出，那地方已经怨声载道了、那你如果要中央不补助的话怎么办？所以这到时候会反起来，而且更何况那个白纸革命啊，的确可能就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如果说各地方都压不住的情况之下，中央怎么可能压得住了？所以对他来讲的话，干脆就一放来讲的话，那经济如果能够反转起来的话，对他来讲的话，才有一个资金可以使用的。好，瑞德。对，就是你说台湾要注意到说，第一个，中国疫情大爆发，刚刚讲的美国、澳洲、韩国都已经严格的管制，台湾会不会受到影响？另外一个刚刚讲到的，台湾现在的病例，有一点在上升当中吗？对，没错。那么台湾我们今天公布的这个18965人确诊啊，但死亡人数还有40个人。可是你知道吗？这个数字是上个礼拜已经增加了大概20%左右了。也就是说，台湾的疫情，事实上你没有发现这段时间我们一直想看看能不能掉到1万例以下，始终在1万这样上上下下这样起伏不定嘛。而且呢，其实就在这个今天，我们确诊的总人数超过866万人，但是我们死亡人数突破了15000人。那如果连台湾一天都还有40个人死亡，我请问一下，怎么可能中国它的死亡人数会这么低？中国死亡人数呢，在18号，全中国14亿人口啊，死了2个；19号报死了5个，然后再来都是0。可是今天日本政府啊，那么在召开了一个正式的记者会里面宣布，有一个日本人在中国因为这个所谓的 COVID-19 呢，那么阳性而死亡。那这个死亡到底在哪里？因为什么？因为中国没有公布，他从19、20，他从20号开始都是0啊，没人死亡啊。那他到底为什么死亡啊？所以可见对死亡的认知有盖牌的这个效应，我们要非常小心。为什么呢？这次行政院不是说呢，过年前啊，这个金门马祖籍的人，那么台商呢可以这个小三通嘛？那些回来的，因为他没有开放台商直接回来中转，所以呢，事实上影响不会那么大。但你可也不要忘记了，他们还是可能从4个机场还是会回来嘛。但因为他是我们的同胞，所以我们不可能说把他隔离啊，说把他说，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进行隔离了嘛。可是问题是，那么你要知道，那么包括这个所谓的 BF7啦，还有更多的这个变种病毒不断在中国这样流窜，所以就不懂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那个脸部有没有？脸部整个脱皮呀、对，然后呢，你看舌头变蓝色呀、然后现在呢，更加严重的是各式各样的这个还有出现香肠嘴啊，各式各样的这个后遗症啊，而且一发烧好多天。那除此之外呢，事实上不止中国，为什么呢？今天香港的确诊人数又突破2万例了。香港也上去了，香港的那个整个香港的人数事实上比台湾少很多嘛，大概有700-800万人而已嘛。他死亡的人数差台湾不会太多他死亡人数1万多人了，你知道吗？所以呢，如果连香港都这个样子，美国在今天也公布呼吁大家重新戴上口罩。为什么？因为这一次呢，因为中国很多的那个观光客啦，很多这样出来了以后，还是要小心。为什么呢？我们不是怪他们，而是因为你知道现在发生一件事，在这个北京啊。有一大堆人现在绰号叫杨康跟杨过的，就是我已经确诊过了，而我确诊 OK 了以后呢，他们现在跑到海南岛去玩了，一大堆人全部跑到海南岛去玩。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么不知道为什么，在整个中国，如果你单就这个等于说哪里啊，这个估计超过50%以上确诊的话，以四川跟北京最严重。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四川非常严重。那如果你以省为单位的话，或直辖市，四川那个总感染人数是四川、安徽、湖北、上海、湖南。以都市来讲的话，反而成都也很严重，成都、郑州、合肥跟这个上海啊也非常的严重。所以整个中国全部爆开的情况下，全世界包括台湾在内，谁能够幸免呢？